有一种鸟类是让台电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最无奈的小家伙，他们总是喜欢在高压电塔上面反反复复地叼着一根又一根的树枝或者是晒衣架等等的条状物来作为筑巢的材料。而且高压电感对于这种鸟类来说，不知道是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这种可能让3000户居民断电的高压电线附近筑巢生蛋。不过这种鸟类啊，它们却是相传在每年的七夕都会为牛郎织女搭桥的代表，它们拥有美丽的名字与传说。我们今天所要来介绍的动物是喜鹊，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大家好，我是爱台湾的杰克。大家在野外有看过喜鹊吗？跟乌鸦一样，都是属于鸦科的物种，但是它们从头部到胸口的羽毛，甚至到嘴喙都是黑色的。不过如果你有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们的翅膀其实是有一种美丽的深蓝色以及纯白的羽色一起做搭配的哦。喜鹊在科学上面的分类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鸟纲雀形目鸦科喜鹊属的物种，分布于东亚、中南半岛北部以及俄罗斯远东南部附近，身长大约45公分。它们翅膀打开的时候，长度大约是坐落在20公分左右。喜鹊它们这种物种呢，也是我们身边很常出现的一种大鸟。它们所谓出没的地区，大约坐落在海拔0到600公尺，台湾西部平原、山丘、乡镇有高大树木的地方都有可能看到它们的踪迹，连现在在各大的大学校园都很常见。根据台湾国家公园的资料显示，在金门国家公园、台江国家公园以及阳明山国家公园都有它们出没的记载。这种在台湾到处都有分布的鸟类，究竟是属于外来种还是本地种呢？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在外来派与本地派都各自有支持者。根据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的资料显示，台湾是没有喜鹊的。喜鹊最一开始本来只有分布在中国大陆，但是在清朝政府统治台湾的时候，因为喜鹊是中国官员相当喜欢饲养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清廷派来台湾的政府官员也就带着喜鹊一起来到台湾，就好像草鱼一样，是比较早引入的外来种。然而饲养的鸟类难免都会有从笼子逃走的状况，于是喜鹊就成为了外来种。而久而久之，在野外的喜鹊渐渐适应了台湾的环境，族群的数量也慢慢随之增加，最后便在台湾生存下来，而且它们也有稳定的族群。目前这种鸟类的生活状况也仍在持续观察与记录当中。有些人觉得台湾本来没有这种鸟，所以认为喜鹊应该算是外来种吧。但是另一方面的学者则是认为，它们已经来到台湾100年以上，并且与台湾的各种生物和平共存，所以他们会以规划种这个名字来将它们做分类。这部分大家是怎么想的呢？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哦。他们的个性很有警觉心，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发挥团结合作的精神。通常只要一只正在进食，另一只就会在高处远望来守护着同伴。他们也很有地盘意识，要是踏入到其他喜鹊的地盘，就有可能遭受到攻击。根据资料显示，人类活动越多的地方，喜鹊这种物种它们的数量往往也就会越多。而在人比较少的地方，则是比较少观察到。近年在台北地区，喜鹊的数量似乎也有明显增加的情况。在中华文化当中，喜鹊它们一直以来都深受喜爱，大家也都给它们很浪漫的故事。它们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受欢迎的鸟类，更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除此之外，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当中，每年的七夕，人间所有的喜鹊都会飞上天河，一起搭做一条鹊桥，让分离的牛郎跟织女有机会相遇。所以说，喜鹊这种动物在中华文化的鹊桥形象，也让喜鹊这种生物成为男女情缘的代表。所以说，喜鹊从古至今都是传统的吉祥鸟，自古以来就有喜鹊叫、喜事到的说法。在其他亚洲国家，像是韩国也很喜欢喜鹊，甚至把喜鹊当作为国鸟。鸦科的鸟类智商都很高，在台南县市合并之前，也曾经被台南市当作市鸟来看待。这也代表着喜鹊这种鸟类在台湾也是非常具有其代表意义的哦。这种鸟类，它们在野外主要是以昆虫蜥蜴青蛙还有小型鸟类，也会盗食其他鸟类的蛋或者是雏鸟。哺乳类或者是植物的种子果实嫩叶它们都会去吃。还有像是一些玉米、高粱、黄豆、豌豆还有小麦等等作物。
由于它们极度的适应与人类共存的生活环境，所以说在繁殖期间，它们也喜欢将巢筑在民宅旁边的大树上面。每一窝蛋大约会产5到8颗，而孵化期大约18天左右，1个月左右就会离巢。不过，这一段看似和平的鸟宝宝孵育科普介绍，其实在近年来的人类社会当中，让不少人都觉得困扰不已。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大约在5月初左右 ，TVBS、奇摩新闻、东森新闻，还有苹果日报等等台湾指标性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喜鹊的相关新闻。正常来说，喜鹊它们最特别的习性就是它们在冬天的时候繁殖。一到了繁殖季节，就可以常常见到喜鹊叼着树枝来当做筑巢的材料。早期在树木还林立的环境当中，它们总是可以找寻到不被人惊扰的蒲葵或者是肯氏南洋杉等等大树来筑巢生蛋。不过随着市区的发展以及绿地的缩减，环境适应力极高的喜鹊也逐渐的变更它们栖息的方式。为了找到一个比较不会被人干扰的高处，喜鹊的鸟爸妈也开始把目光集中在各种电线以及电塔身上。奇摩新闻在5月1日报道了苗栗公馆的喜鹊夫妻，他们一起在苗栗公馆的一根电杆上面筑巢。台电苗栗营业处市区巡修科长胡宗元也表示，现在喜鹊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说喜鹊有可能拿到了建材鸟巢的建材都有可能是铁丝的东西。所以说当下雨天的时候，也就特别容易造成短路。考虑到电线短路与安全相关考量，就将其移除。但是这样子的拆除工程反复了4次，这对非常坚持的喜鹊夫妇仍然来到同样的地方筑巢。这些相关单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甚至为了这几只喜鹊设立了没有电的电线，想要让这些喜鹊到安全的地方筑巢，但是他们也似乎不太领情。根据台电相关人员表示，据报拆除苗栗区营业处光是今年1月到4月就拆除了139个巢，平均每个月就要拆30几个喜鹊的鸟巢。而这件事情真的是让许多专家学者以及电力供应的相关单位都觉得非常的头痛。我们今天这一集介绍的是家喻户晓的吉祥鸟类喜鹊，我们一起了解了跟喜鹊有关的基本介绍以及生态议题，也延伸讨论到了这种鸟类的历史故事。或许从历史上的观点，有些人会把它们当作外来种来看待，也有很多人因为它们筑巢的特性都觉得困扰不已。不过在我的心中，我仍然觉得它们是珍贵的城市英雄，和我们一起望着同一片天空，也努力的为了生命而展现强韧的生命张力。就算环境再怎么改变，喜鹊好像保有自己的想法，朝着自己的目标坚持下去。我想这也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故事。那么荧幕前面的观众喜欢喜鹊这种鸟类吗？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我们也将持续在每周晚上10点更新更多跟台湾动物有关的内容哦。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